大家好，欢迎来到林林总总。最近导演陆川的一部新的电影让一个神秘的部门浮出了水面。这个部门其实在他先前的电影《九层妖塔》中就已经提到过了，不过当时人们以为是电影虚构出来的。尽管陆川导演在后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个部门的存在，但由于《九层妖塔》电影不是很成功，也就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这回他直接把这个部门作为了电影的名字，瞬间引起了网上的热议。由漫威虚构出来的美国神盾局，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依着好莱坞的习惯，这些部门呢，在现实中一般都有对应。神盾局在现实中对应的部门就是 DARPA 国家高级计划研究局，俄罗斯也有一个相应的部门格鲁乌俄罗斯军事情报局。那么中国呢，就是陆川导演这部新片的片名749局。陆川导演在九层妖塔之后提到这个部门的访谈视频基本都被和谐掉了，包括在央视开讲了中的演讲。下面这段访谈是有关新片的，能留存多久还未可知。就是写剧本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了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一段经历。那时候到北京一个单位去报道，那我们学校是军校，军校呢分到的那个单位就叫749。这是个什么地儿？他就是反正也不能跟你说但是我在那儿呢就无意中看到了一批资料。这个资料呢是关于我们旁边兄弟的一个所，他们研究的关于人体工程、人体神秘现象、自然的神秘现象。无意中我看到了那些视频资料，当时就视频资料惊呆了。陆川1993年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从军2年，就是进入749局工作。1995年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不是很出名的学校，但是却是培养外事人员和秘密工作者的。学生毕业以后大都进入国家安全部或者是总参谋部这些秘密机构工作。陆川的处女作是《寻枪》，成名作是《可可西里》，后面还有《南京南京》等作品。下面我们就试着解开749局的神秘面纱。中国的军工单位一般都用编号来代替，比如说一机部就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是民用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核工业部；301中国航空技术综合研究所；601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5特种飞行器研究所等等。编号越大，保密等级越高，由此看得出来749局的保密级别之高。这种命名方式源自苏联，像格鲁乌代号就是44388。749局的成立时间比较正式的说法是成立于1974年，也有说是在1950年成立的。不管什么时间成立的，原因都是因为对神秘事件和超自然现象研究的需求。据说在建国初期，北京曾发生过一件极其诡异的事件。每当夜晚，人们总能在大街上看到一群身着清朝服装的人扛着一顶轿子走来走去，来无影去无踪。后来甚至在大白天也有人见到过。后来还出现了上海老太摄魂事件、神秘人背着婴儿见者脱皮事件等等，都是由749局出面解决。这些事件据说都有完整的档案和调查结果存放在749局秘密的档案室里。那么这些透露出来的消息来源又是哪里呢？是一些人的捕风捉影，还是真有其事？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美国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这些机构在某些方面确实帮助了美国的科技发展。中国在看到这些情况后，一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的超自然研究机构的想法。所以在1974年749局应运而生，由当时的2号人物华国锋筹建，并表示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不过749局实在是太神秘了，749局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只有一次，那是在2010年嫦娥2号发射之前，在介绍中国航天史的时候，有关7机部的成立有这样一段描述：1965年11月23号，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业经济，我国开始调整航天部门。曾经的国防部第5研究所很大一部分被改组成立第7机械工业部，仍然负责航天事业。但是实际上这次的调整并不彻底，由钱学森先生提出了保留国防部5院的507所，因为钱学森认为507所负责的保障航天生命，还有航天医学以及航天食品方面的研究，必定会在将来的我国载人航天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749局的航天情报研究也在军方的建议下保留了下来。尽管749局的记录少之又少，但有一个749局的兄弟单位的记录却有很多，无论是文字还是照片，那就是507所。从编号我们可以看出，保密级别低于749局。507所成立于1968年4月，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后来改名为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研究院领导。这个第5研究院也就是《三体》小说中管理红岸基地的总部。507所与749局的工作有交叉，但507所的工作更多的是对超自然现象和人体科学的研究，而749局更偏重于这些研究在国防技术上的应用。也就是说，507所更多的是属于一家科研机构，那么749局则是一支纯粹的军事单位了。在成立初期，507所的主要研究项目是航天医学，也包括航天员的选拔、培养和训练。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经费问题，507所几次被列入撤销名单。当时钱学森坚决反对解散507所，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最终国防科委同意保留507所，但是要缩减编制，研究人员被减少到了几百人。时间到了1986年，国防科委再一次提出要撤销507所，理由是目前载人飞船任务暂缓，而507所每年都需要一大笔科研经费。钱学森反驳说道，载人航天迟早要搞，所以507所的人员可以减，但机构不能撤。至于留下来做什么，钱学森表示他会对研究课题做妥善安排，亲自负责组织落实。从那以后，钱学森给507所安排的研究任务就是集中在人体科学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异功能和超能力。1979年3月，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四川省大竹县团结公社的一名小学5年级学生唐宇能够用耳朵认字。此事一经报道，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开启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持续了将近20年的特异功能运动。对于唐宇耳朵认字一事，当时四川医学院的调查人员认为这完全就是一个骗局，采用的就是魔术师的变戏法的手段。人民日报后来也发表文章，对这一荒唐的新闻进行了批评。可是上海的自然杂志却持不同意见，甚至还发表了系列文章阐述了耳朵认字的可能性。当时许多家长也纷纷测试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我也被家长拿字条在耳朵上测试过，但没有试出来，私底下遗憾了很久。此后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特异功能人士，耳朵认字已经是小儿科了，各种神通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就是张宝胜、严新、张洪宝等等。像张宝胜不但能隔空识字，最拿手的就是把密封在玻璃瓶里的药片摇出来。严新更是要发功灭了大兴安岭的山火。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我信你个
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著名小说家柯云路还以严心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大气功师》。而张洪宝更神，有关介绍他的一本书里写道，他和弟子在登山，弟子突然发现师父不见了，再一看，张洪宝靠遁术已经在山顶了。当时气功大师的代功报告动辄几千人到场，大家或者举着双手感受大师的气场，或者顶个铁锅接受来自宇宙的信息。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最终以法轮功被取缔才慢慢收场。但在当时，张宝胜他们都以特异人士的身份加入了507所。507所组织大量的专家学者，对他们进行了科学观察研究，进行了遥视、透视、通灵、未来预测等试验。据说其中有次关于苏联总书记切尔年科将在1985年去世的预测应验了。这些研究的实验方法都是极为科学的，参与人员大多数是清华大学中科院抽调来的教授，实验结果也全部有记录，有些还发在了国际一流的学术杂志上。与此同时，张宝胜他们还出入各种场所进行表演，开代工报告会，卖代工的书磁带，赚了个盆满钵满。张宝胜甚至为叶剑英元帅进行过表演，还为病危中的2弹1星元勋邓稼先治疗过，事实证明无用。至此，看起来特异功能气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在后边有反转，现在继续。造成这一全民狂欢的场景，钱学森无疑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他把特异功能证明为人体科学，还在1985年成立了负责协调管理特异功能研究的3人小组，小组成员级别极高，分别是当时的国防科工委政委、安全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后来又加入了国家科委副主任、体委主任、卫生部部长、公安部人员、财政部副部长等等，直接领导钱学森亲自推荐的专家组。钱学森还就特异功能写了一本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书中他说，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3个东西，而本质上又是一个东西。据此，有人说，作为航空工程硕士、数学博士，一个顶级科学家，他如此的执着于人体科学的研究，算是晚节不保。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老如此执着呢？我们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或许可以探知一二。钱学森曾回忆说，1930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来看，命是保住了，但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无法去根，就介绍我去铁路上找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就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有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病。据说他一直到晚年每日都坚持练习气功。还有就是1936年，钱学森当时在美国加入了他的导师西奥多·冯·卡门组织的火箭研究小组，因为过程中经常爆炸，小组被称为自杀小组。与钱学森同时加入小组的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帕森斯。据说他用古代炼金术的方法解决了火箭大推力燃料的问题。他还是现代航母上飞机弹射装置的发明人。帕森斯不但是一个天才的化学家，还是一个黑魔法的狂热分子。他在1939年开始接触著名的黑魔法组织塞尔玛教会，并读到了组织首领克劳利写的《法之书》。书中讲的有关魔法，就是意念力引起的变化的一种科学。这个观点让他醍醐灌顶，打开了全新的世界。此后，他还和成立了三大基教，也称科学教的 L. 罗恩·赫伯特共同研究黑魔法。
著名的影星汤姆·克鲁斯就是三达基教的信徒。最后，帕森斯死于一场实验室的爆炸，年仅38岁。据说这不是一个意外。帕森斯和钱学森是好友，两个人还曾一同参加过加州理工的一个秘密共产主义小组，而且两人关于人体意念力的阐述观点极为相近。看到这儿，相信我们也理解了，钱学森对气功和意念力是深信不疑的，这也是他后来坚定地推进人体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我们把视线再转回749局。首先，入职749局必须要签署保密协议，并且不得对外公布任何工作情况。其次，749局的首任领导据说是空军大院的弟子，这就让整个749局的发展格调明显偏向于少数精英化的风格。整个749局运作和扩张都很谨慎，领导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单位的文化。尽管749局的总体定位是一个带有科研属性的军事机构，但也正因为它特殊的定位和存在，导致了它有足够的权限和能力涉猎大量的超自然事件。1980年1月，驻扎在新疆格里塔边境的2名中国士兵在站岗，其中一名士兵听见军营外面有怪笑声，他告诉另一名站岗士兵，两个人一同向怪笑传出的地方去查看。他们的连长出来了，看见两个人离岗，问他们两个做什么。两个人说有怪笑的声音，去看一看。还没说完，突然狂风大作，把地上的雪都刮起来了，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刮了大概有1分钟左右，风停了。连长赶忙过去查看，那2个站岗的士兵发现只有他们的衣服、水壶和枪、帽子散落一地，人却不见了踪影，地上还有一滩血。连长顿时就被吓晕了过去。后来部队经过连长的口述，把事件的经过记载了下来。那连长不从那件事情以后也就疯了，那2个士兵到底去了哪里？难道真的是被那一阵怪风吞噬了吗？这仍然。此外，749局参与调查的事件还有彭加木走失事件、昆仑山死亡谷事件，还调查了长白山天池怪兽。这些事件网上大都有资料可查。另有一件有关大兴安岭科考队的死亡事件，则只有零星的一点信息，无法得知详情。这些信息显示，科考队队员遗体上含有高强度的辐射残留，有的人身上留有射线的贯通伤，当时以为是某国的特殊武器造成的。事发当晚，当地山民说山顶出现过非常特殊的光。此次事件和当时在苏联发生的著名的导致9名登山人员死亡的迪亚特洛夫事件极为相似。关于749局现在还存不存在的问题，这个并没有准确答案。可经证实的就是陆川导演最后离开749局是1995年，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建制还是存在的。关于507所，网上还在流传着时任507所人体科学研究负责人何鸿对于在507所工作时的回忆资料。何鸿，德国席勒大学物理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是507所人体科学实验室的主管，是当年唯一的人体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回忆当中，何鸿除了对张宝胜等伪气功师的研究和最终被识破做了讲述以外，还说当时曾呼吁停止对儿童耳朵认知等特异功能的开发。但是他还承认，在研究过程中的确有些人有些事是无法解释的。当时有一个作为特异功能人出现的女士，来自河南郑州，他们称呼她为郑女士。在她的身上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体验。她是河南省体委推荐过来的，她认为自己能看到一些亡灵，有些人的疾病她说是由前世的信息带来的。她给人治疗时，按她自己的说法，她会观察人体上的光芒，在唱歌的时候能看到别人身上光芒的变化，
因为这个光芒的变化就可以有意识地针对信号的反馈，然后调整自己的发功，从而治疗别人的疾病。专家组里头有一个中国心理所里的专家叫郭炼峰，有中国的弗洛伊德之称，当时大概是接近60岁，但是他生就一副老相，看上去在65岁以上，甚至说70岁也有人相信。郑女士呢有一个本领，就是拎着一个人的中指耗信息。她在给郭炼峰耗完后，就突然说了一句：哎呀，郭老师，你这个人真有福气啊。怎么有福气呢？他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还能享受着母爱。我们这位来自郑州的大仙儿，一句话就把有着中国弗洛伊德称号的心理学家郭炼峰放倒了。郭炼峰的妈妈是90多岁的人了，而这位郑女士在以前从没有见过面的情况下，跟她说你还能享受母爱，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这个女士在另外一位中科院的吴老师的身上摸了之后，说你的肾脏我感觉有些空，居然也把这位教授给震撼了。因为这个教授真的是做了肾切除手术，真的是这里比较空，这个让我们大惊失色。此后很多人都对郑女士进行了测试，几乎全部准确。她还通过触摸就使病人身上的结石掉了下来。何博士说，虽然在科学上我们能够拿出来的证据比较少，但是这样非常神奇的经历真的是可以震撼很多人的内心世界。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量子力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对这个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固有的认知被打破了，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刚知道地球是圆的那个时代，一切又变得似是而非，因为这个世界的确很奇特，的确很古怪。